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部从彰化来的，应该是1990年之前的奥迪90的引擎维修的测试。这部车子它是4年前有到。我看这个日期是2020的11月1月12号，曾经有到大哥这边来维修。那经过4年多之后，他又回来了。经过5年了，他又回来了。他这部车子是拖过来的，还没办法发动。那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哪里呢？第一个，它这个进气器，它这个分油盘，分油盘它是这个是它分油盘的气管，进气气管，它是空气从下面上来从经过分油盘之后呢，空气从这里到这个节气门，到这个节气门，那它的这个完全裂开了，大哥已经看到修补，这边用细胶把它修补上来，它是完全都裂开了。那裂开呢，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它空气量，大量的空气量从这里漏进来，漏进来之后呢，我们分油盘就没有办法有足够的吸力来产生推动这个顶针来供油，所以它这个破损，而且破得很大，虽然它还很能 Q， 但是呢，为什么会破呢？其实它这个结构，在维修人员来讲很伤脑筋，因为它的滤清器是在下面。那空气从下面上来，然后经过这个进气的橡皮管，一直到节气门，刚好跟我们宾士车是相反的。我们宾士车是从上面进气，然后从下面的进气气管到我们的节气门，因为我们的宾士车的进气气管，这进气气管是在下面的，那所以说。空气是分油盘的油气的空气量是从这里往下之后到进气气管，那它刚好相反，所以它今天如果要换空气滤清器的时候，它在下面，你就必须要把这整组全部拆下来才能够换空气滤清器，跟我们宾士车完全不同。我们宾士车的空气滤清器在上面，那直接要把上面换掉就好了，跟分油盘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结构是很伤脑筋的。跟 W201 的 2.3 16V 的结构是进气方式是一样的，它进气气管在上面，那所以喷油嘴在维修就很头痛了，因为喷油嘴在下面。那今天要维修喷油嘴，必须要把这整个进气气管全部拆开。OK， 它这部车发不动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这个量破损，然后漏真空，大量的漏真空，没有办法
来推动喷油盘的供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五支，因为它这是5缸，那5支喷油嘴，它的那个喷油嘴的外套，的胶套，它是油封完全硬化漏真空，所以说这个地方漏真空推不动喷油盘，再来这里又漏真空，喷油嘴漏真空，造成空气量大量的空气量，使得它根本没办法发动这是它不能发动的原因。那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喷油盘这是6缸的1、2、3、4、5、6，但是它的引擎是5缸的，因为奥迪当时最自豪的就是5缸这是5缸，这是5缸。那6缸它怎么样来？6缸的喷油盘怎么样来推动5缸呢？其中这第6缸这一缸它是结构，它出油它永远大量的出油，为什么呢？它是来接着冷车喷油嘴，接这个冷车喷油嘴，所以说它是用 Bosch 的这套系统看起来是6缸，但是它其中第6缸是做冷车喷油嘴的，说供油跟他们是完全不相关的那再来，这部车子它不能发动的原因就是刚刚我讲的大量的空气量，又不能够吸动那个喷油盘的油针这第一点。第二点，它的怠速混合比螺丝在下面我们一般宾士车是高高的一根，那它是呢是往下沉的，宾士是在里头一样是3 mm 的内六角螺丝。那因为大哥把这个漏真空的问题解决之后呢，我要调它的怠速混合比没办法调，因为它已经卡住了，所以大哥只好把这整个喷油盘又拆下来，然后整个底座全部拆下来，拆下来之后来整修它的怠速混合比螺丝，因为它卡住了，所以怠速混合比螺丝没办法调这个再来呢，它的怠速马达这是他困扰很久了，因为车主一直在这1-2年一直跟我讲说，他的车子发动困难，怠速马达又没办法控制它的这个怠速。那怠速马达呢，这问题大哥呢也顺便把这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也就是说，我们等一下，我现在接一个表，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它怠速马达的工作状况。那再来这个插压阀这个插压阀其实是用宾士的插压阀，那孔位都一样，但是它接头是不同的，因为它的接头其实是用这种接头，所以它接头是不同的。那大哥只好用一个转接头把它改成我们宾士的接头是2pin的。那它的这几年以来一直在跟大哥在讨论这个车子状况总是不稳定。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喷油嘴的外套那个胶套漏真空，所以它混合比都完全都不正确，没办法调得很准确。再来就是它这个为什么会破损，其实是因为一直在如果要换空气滤清器，它整个要拆装，这整组全部要拆下来，所以说造成这个胶套虽然它很能 Q， 但是它就是在换空气滤清器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橡皮套弄破了。所以这种设计真的是很头痛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它如果像宾士车，进气气管在下面，那该多好。那可能也许是因为空间的关系因为它是可能是空间的关系，所以它进气气管没有办法坐在下面。那我们现在来到车内来做一个发动。而且它这1-2年来，怠速马达都工作不正常，但现在终于一切都正常了。大哥来做个红火，
题，怠速也很正常啊。怠速是在，来看它怠速大概是在800转左右哦，怠速800转左右啊。大哥现在有开冷气了，把冷气关掉。哦，它这个怠速马达很明显它没有工作，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工作，现在肯定没有工作的。大哥把冷气关掉。我们到外面来看看，怠速马达又不工作了。怠速马达没有电压，0.3几电压不正常。所以它这个问题车主要特别注意，因为我是在有开冷气的状态之下来启动的。现在冷气是有在工作当中。然后大哥把引擎关掉，重新启动。怠速马达现在又工作了。我们到外面来看看，怠速马达现在又工作了。所以这一点，我们来看怠速马达现在有工作电压5伏特了。所以这点车主要特别注意，也就是说，他有时候开冷气，大哥有时候开冷气的时候，他怠速马达开冷气启动，怠速马达不工作。现在怠速马达是有冷气在开启状态，我们再做一个试车。好，发动。怠速马达有在工作，所以说，这个大哥已经碰过好几次了。也就是说，在启动的时候呢，把冷气关掉，把这冷气的按键开关关掉，然后再做启动，再做启动。那几乎怠速马达都会在启动状态。那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是电脑在控制的，那可能电脑有点问题，造成自动现象，所以车主要特别注意。引擎发动的时候，最好是把冷气关掉，然后呢，发动之后呢，再把冷气打开。OK， 我们来做个加速看看。因为大哥把他的分油盘因为有整组拆下来，那所以说把整组拆下来，所以说顺便检查它的供油量供油量有稍微缺了一点，但是经过校正以后那就恢复正常。但是它每一缸平均供油量都很平均，是 OK 非常棒的表示分油盘其实没有堵塞，只是说大哥在做重新的一次校正喷油嘴状况是非常好的。所以这部车子如果因为它跟我们的 W124是同级的也就是说它跟 W124是同年代的。其实奥迪的车子跟 W124宾士这一级的车子，因为当时没有环保材质，所以感觉上跟现在的奥迪车跟现在的宾士车差别还是蛮大的。怎么讲？内装都没有环保材质虽然有点老旧，但是感觉上用的材料还是非常的考究所有的塑料所有的引擎内那个部分的零件都还很耐用所以它这个奥迪90，我们看到这奥迪90是跟 W124是同级的。而它5缸引擎还真的是很顺畅，很柔顺非常好。那这部车变速箱也很棒，因为它是前轮带动的，所以说它的变速箱是在跟引擎结合在一起的。经过大哥这次整修，这部车其实尤其车主对这部车特别钟爱。我看再开个10-20年应该不是问题的。而且其实那个橡皮套那个胶套，我刚刚讲破损那个胶套，那车主他也准备一个新的，那我根本都不知道无论如何，那个新的我们就留着用吧
旧的这个大哥已经把它整修好了哈，已经用锡控胶合好了，应该不太容易破损啊。这部车子啊，终于又恢复健康了。就是奥迪的外观哦，大哥一直蛮欣赏的，尤其是奥迪90的外观非常漂亮啊，很优美啊，很优美。跟 B&W 的这个方正正的这种感觉，是很硬骨头这种感觉是完全不同。所以奥迪车子，很多设计师很喜欢，因为它其实是很优雅的。OK， 我们再来做一次发动，好。哦，你看，大哥这次冷气是有打开状态。好，我把冷气关掉引擎，好，重新启动。哦，这是怠速马达又工作正常，有时候工作正常，有时候工作不正常。它如果工作正常的话，它应该就在800-900转怠速。啊，我现在是好，大哥就把冷气打开了啊，关掉引擎，重新启动。哦，怠速马达这次又有工作了，所以这一点哈，如果不工作的话，它转速会在1500左右。那开冷气它才会降到800-900。当然，这个没办法，我们没办法处理了，因为是引擎电脑的关系。这奥迪车子，其实接触久以后，发现奥迪老奥迪还是不错的啊。5缸引擎开起来很柔顺，非常柔顺。感觉上也虽然前轮带动，因为它是带头，带头使用前轮带动的啊。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啊。这个车主他对这部车子非常有爱心，准备了很多的配件那如果说我们要现在我如果要检讨它的这部车目前的缺点，引擎角不好，影响震动，方向盘震动蛮大的。但它又不是宾士车，如果宾士车大哥就有材料可以处理，它是那个奥迪的车子，大哥就没办法，就是引擎角不好。引擎很顺畅，引擎非常顺畅，就是引擎角的部分冷气现在也还 OK。就是引擎角如果当然有可能引擎角换掉了，这个驾驶的感觉会更好啊。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